2023年4月，随着《爷孙恋》男主角李坤城因癌去世，女主角林敬恩继承千万遗产之后，原本以为这个已经惊世骇俗的爷孙恋应该可以完美落幕了。但任谁都不曾想到的是，自2024年1月2日起，新年伊始，有台媒陆续爆出，已经26岁的林敬恩自跨年夜入住酒店后，在酒店房间内打砸电视、茶几等，被索赔超过1万元新台币。整个过程当中，林敬恩精神恍惚、语无伦次，并一度呛声酒店服务人员有种你就报警。被警方带走1个小时以后，林敬恩又折返酒店，目瞪大厅客人的同时，露出诡异微笑，不肯离去。心有不忍的民众热心问询其是否需要帮忙，林敬恩失神回应自己身上依然无钱可用，曾经入住的那些酒店都在推搡自己。林敬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已经继承千万遗产的年轻少妇，为何一步步走到如今的境地？10年前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情？相差40岁的2个人，为什么一定要冒天下之大不韪，众叛亲离，群嘲热讽之下也要走到一起？10年已经58岁的李坤城，到底与常人有何不同？为何能屡屡吸引比自己年幼10几岁甚至几十岁的年轻女孩？林敬恩方面为何即便与父母断绝关系，也要与李坤城暴走天涯，不离不弃，非要与可以成为自己爷爷的李坤城一路到底？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天意弄人的玩笑？鼓励大香马上开始。就大人就会觉得你小孩子懂什么。大家好，欢迎收看万象奇谈，我是大象。今天要讲的这个脱轨事件，需要回到10年前的2013年。10年还有几个月才满18岁的林敬恩与已经马上58岁的李坤城相恋的事情，震惊整个台湾娱乐圈。原因除了表面足足40岁的年龄之差之外，还有李坤城在台语圈较为出名的知名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经由知名歌手凤飞飞一唱成名的心肝宝贝歌词的部分，就是由音乐人李坤城创作而成。根据10年媒体的宣传文案，心肝宝贝的创作缘由是李坤城为纪念早夭的幼子，哀伤悲痛之下深情所作。除此之外，李坤城因爱好收藏黑胶唱片，数量多达近1万张，被台湾音乐界尊称为黑胶教父。1996年出生的林敬恩，上面有个姐姐，长其2岁。她是家中的幼女，2岁时因父母感情失和而选择离婚，林敬恩被判与其母生活。已经4岁的姐姐则被父亲带走。不久后，母亲再嫁，并很快生下了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此时的林敬恩感觉自己成了这个家里可有可无、最多余的人。加上弟弟出生后，家庭经济方面的压力，母亲提出敬恩或许可以去和父亲一起生活。一个只有几岁的小女孩，如何会有自己的思考权利？但敬恩知道，他已经失去了母亲的疼爱，内心极度渴求的父爱，成为敬恩内心最迫切的愿望。但令敬恩不曾想到的是，父亲是个脾气火爆的男人，越是渴望得到父亲的关爱，越是不知道如何表达。生性活泼的敬恩调皮捣蛋后，反而每次得到的却是父亲狠狠的教训，有时甚至拳打脚踢。林父曾对媒体回忆说，那时敬恩的性格越发叛逆，但凡是父亲赞成的事情，他都反对；父亲不让他做的事情，他偏偏要做。国小时的敬恩就已经是个不太安分的小孩，经常和同学发生争执，父亲被请去学校，成为家常便饭。升入高中后，父亲越发觉得这个孩子这样下去，早晚会误入歧途，只害怕真到那时，一切也就无法挽回。思索再三，林父找到了自己好朋友李坤城，先是以教授小女儿钢琴为由，再帮忙开导劝慰女儿，得以缓解父女关系。只是此时的林父无论如何都不曾想过，正是自己这一决定，正在一步步将自己的女儿推入万丈深渊。有道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女儿没有劝回，却引得一匹狼登堂入室。根据事后林父对媒体的说法，李坤城最初的时候是想追求自己的大女儿，但当时的大女儿已经成年，且思想相对比较成熟，没那么好骗了。明言拒绝了李坤城后，他才转
而去追求自己的小女儿。李坤城对此说法坚决否认，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时年已经58岁的李坤城似乎并没有做出与其年龄相符且让林父安心的事情。林父渐渐发现自己的小女儿与自己的好朋友李坤城之间似乎存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情愫。2012年12月，李坤城在中国大陆青海省旅行采风时发生严重车祸，造成多处骨折，一度性命垂危。当时小他20岁的前女友抛下手边的工作前来大陆照顾，直至李坤城稍好后返台。在此期间，林敬恩一度无法与李坤城取得联络。按照时年林敬恩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说法，当时自己就是很焦急呀。当李坤城稍好能够接听电话的时候，他当即就在电话里面哭了起来：“你千万别有事儿啊，不然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或许正是这次情急之下的哭诉，让李坤城动了心思。李坤城在电话里顺着敬恩的语气说：“我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你的。”跨越海峡两岸的电波中，暧昧的情绪开始蔓延。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更何况是女人的心思。年龄小其20岁的女友很快发现了李坤城与林敬恩的暧昧聊天记录，不愿纠结和继续被其蒙蔽的女孩很快选择分手。当时有人说李坤城为此应该花了一些钱的，但当事女孩对此并无回应。即便如此，此段恋情还是被嘲笑一个为钱，一个为色。所谓爱情，58岁的李坤城，你又付出了几分呢？此时年龄相差40岁的林敬恩，是否能够顺利成为李坤城接下来的真命天女呢？现在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李坤城的人生，或许我们从中能够找到为什么时年已经58岁的他一直都是在年轻女孩的身上打主意的原因了。1957年出生的李坤城早年间有过一段婚史，与前妻育有2个儿子。婚姻破碎的原因说是因为李坤城在妻子还未成年的时候就与高中女孩搞起了暧昧，其妻发现后无法原谅，诉请判离。李坤城对此的回应似乎一直秉承其打死不认的一贯作风，坚决否认出轨女高中生的事情，只是承认与前妻感情不和才会离婚。直到2004年，李坤城2儿子因车祸意外离世，年近50岁的李坤城深受打击，一度变得颓废无助，哀伤之中创作出《心肝宝贝》的歌词，这正是后来被凤飞飞小姐一唱成名的那首《心肝宝贝》。不知道是不是小儿子的去世给李坤城造成的打击太过沉痛，还是李坤城觉得世事无常，要及时行乐。自此之后，李坤城开始变得歌舞升平，肆无忌惮。这一点在李坤城去世后，其长子李卓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反讽林敬恩时的说辞中可以得到验证。李卓轩明言，父亲在世时交往过那么多的女朋友，不是学识好就是家世好，没有一个像林敬恩这样只是高中还未毕业就知道在家里抽烟酗酒打游戏，连衣服家务都是父亲在打理。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还会讲到，这里就先不展开。但从李卓轩的言辞中，我们能够清楚地感受到他的父亲李坤城在林敬恩之前确实交往过好几个年轻的女孩。而李坤城本人在爷孙恋闪放4个月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明确表示过自己偏好女孩，是因为还想要小孩，也因为小女孩单纯，相处起来很轻松。说句容易引起歧义的一句话，第一次看到这个采访的时候，我的第一直觉就是色狼一般不都是挑年龄小的下手吗？因为他们比成熟女性更好骗啊。2013年8月18日，较早开始曝光此事的 ET-Today 星光云对外透露，未满18岁的林敬恩与年近58岁的李坤城目前陷入热恋，因年纪过于悬殊，被网友戏称为爷孙恋。即便林敬恩的父亲表示强烈抗议，社会大众一致不看好，但当时双方仍经常在脸书上高调放闪。8月16日，林敬恩更是大方发布2人亲密视频，白发苍苍的男友嘟嘟嘴的画面更被网友直呼不舒服。林父对此虽然一直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但林敬恩对此似乎并不为意，更是在与父亲摊牌的当夜与老爸闹起革命，半夜把自己计算机的主机砸掉，并声称18岁的自由民主战争开始。根据后来2人多次在综艺节目中高调亮相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说法，李坤城与林敬恩是在认识5年后才开始密切交往的。李坤城坦诚林敬恩确是自己好友的女儿，2人因去看电影
影《悲惨世界》而结缘。虽然林父坚决反对自己与金恩结婚，但金恩已经明确和爸爸表示要与自己结婚的意愿。10年，李坤城更是在电视里豪气表达：如果你敢嫁我，我就敢娶。很快，心有不甘的林父诉将李坤城以妨碍家庭和诱拐罪为由告上法庭，但最终因林敬恩当庭为男友作证，全属自愿，并无任何强迫成分，法庭也快速认定李坤城不构成犯罪或不起诉处分。但此时的林敬恩再无回头之路。林父面对媒体采访时曾确认表达自己再也没有这个女儿了，他过得好也好，坏也罢，从此以后与自己再无半点瓜葛。金恩的阿嬷也曾怒称，自此以后自己不会再有这个孙女，感觉很丢人。两人高调亮相媒体后，林金恩已经没有心思求学，住进了李坤城的大房子里，从此做起了家庭主妇。似乎也是因为这起颇具争议的忘年之恋，2013年李坤城的工作邀约开始变得异常冷清起来，甚至一度有传言说，入不敷出的两个人为了过上以往安逸的舒适生活，李坤城开始变卖自己的黑胶唱片，而林敬恩似乎并无继续求学的打算，每天待在家里吃喝玩乐。根据后来李坤城长子李卓轩的说法，父亲因为爷孙恋失去很多，父亲的形象在谈爷孙恋的时候就已经被毁掉了。他原本有很好的文化人的形象，跟林小姐在一起之后完全没有了工作，工作都不敢找他，因为这样穷了10几年。根据 K-pop 大数据关键引擎舆情分析系统提供的数据可见，李坤城、林敬恩的爷孙忘年恋在过去的2023年总计声量超过了122531笔。第一波声量高峰发生在2023年4月1日，总计声量达到了13345笔。恰逢两人相恋10年后，李坤城因大肠癌重症入院。当天，林敬恩透过社交媒体对外宣称，已于2月1日与病床之上的李坤城完成结婚仪式。援引当时媒体的报道，林敬恩说，他在整理资料的时候，发现李坤城早就已经将结婚的证书准备妥当，就等自己在上面签字。但对此说法，李坤城的长子李卓轩给予反对。李卓轩控称，林敬恩霸占老家房产以及父亲的其他遗产，更指其父亲在世时，他就常年酗酒、抽烟、打电动，完全不想面对社会。甚至在李坤城生病之时，他曾讽刺父亲是假装有病，直至李坤城行动不便，向家人求援后才被送院。李卓轩的控诉也在5月27日引起第二波声量巨浪。这次的控诉中，李卓轩直指李敬恩婚书资料造假，并力证父亲自去年2月时手指已经不能灵活使用，何来婚书签字？父亲身体健康的时候都没有与其结婚，为什么在已经病危的时候才会与其举行婚礼？林小姐说是为了方便医院签字，但事实是医院的护理工作大部分是由姑姑和自己在做，林小姐一直只顾着打自己的游戏，医生签字的话，自己和姑姑都可以签字，话里话外都在暗示林小姐之所以这么着急和父亲结婚，都是为了在父亲去世后可以顺利拿到父亲的遗产。对此，林敬恩也没有多言，只是冷淡的回应，很感谢他把李坤城接回家中。李卓轩报称，父亲的身体一向都很健康，为何后面这几年突然就罹患大肠癌？父亲去世后，他曾翻看父亲的手机，李卓轩赫然发现，从不爱好游戏的李坤城居然玩起了宝可梦。他已经完全放弃了他的人生，他已经没有再做音乐创作了。李坤城和林敬恩在后面的这几年已经不再出门，就天天躲在家里喝酒，两个人都爱喝，喝到没有钱了就去卖自己珍藏的黑胶唱片。后来李卓轩回家探望父亲的时候，发现老家房子里到处都是米酒头的味道。他向医生打听为什么爸爸的病情会突然变得如此严重，医生指着病历说，饮酒过量才会如此。医生坦言，但凡罹患大肠癌的人士都与不健康的饮食有着重要的关系，如无节制的酗酒。李卓轩怒控林敬恩就是个双面人，其父没有生病前都是父亲煮饭洗衣，他每天就知道抽烟打电动，
父亲重病后，他也不会主动做事，没有办法之下，只得请姑姑前来照顾，顺便还要照顾林敬恩，变成姑姑帮他洗衣做饭。李卓轩更是否认了父亲与林敬恩的恋爱关系，直指父亲只是把他当成了女儿，因为林敬恩家人那边已经和他断绝了关系，爸爸不可能再与他分开，可怜他没有地方住。后来姑姑被气得回了鹿港，对李卓轩说自己斗不过林敬恩。对于上述指控，林敬恩没有半点回应。或许此时的林敬恩似乎真的并不在意李卓轩的任何说辞，他在忙着处理另外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也最终让整个故事的走向开始向失控脱轨的方向急速前进。2023年4月9日，李坤城最终因大肠癌在医院不治身亡，享年66岁。坊间传闻，按照李坤城生前遗愿，生前全部遗产由年仅26岁的遗孀林敬恩继承，并在临终前嘱咐其子李卓轩，自己很抱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给儿子，并请李卓轩不要与敬恩计较太多，自己离开后，希望卓轩能够照顾敬恩。但从李坤城离世后，李卓轩对外宣称的内容来看，似乎以上传闻与事实并不相符。虽然李卓轩曾对媒体明确表示自己会通过法律途径要回父亲的遗物，但大象并没有找到关于李卓轩诉诸法律的相关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李坤城过世以后，他和林敬恩居住的房屋由林敬恩继承，李坤城的古董收藏和生前的作品著作权由其子继承。透过脸书，李卓轩坦言自己继承父亲的文化资产以及父亲生前创作的200多首歌词的著作权，可以享有父亲死后50年的版税收入，自己赢很大，大家不用担心我。李卓轩曾对媒体诉称，按照爸爸的遗愿，在他死后，请将自己葬于大海，但海葬当天只有自己和姑姑出海送行。李卓轩曾多次传信息给林小姐，对方只回了一句我不需要参加。忙完父亲身后事，李卓轩透过友人赫然发现自己幼年曾玩耍嬉戏的老家已经被林敬恩挂牌在售。根据媒体搜查到的资料显示，被林敬恩挂牌在售的单位4房2厅3卫1车位，总平达到74.3，售价1780万新台币，不含车位1平仅24.6万，明显低于同地段的价位水平。李卓轩请友人打听，如若房屋按照林敬恩所挂价位售出，扣除房屋中介服务费与地契税费的费用，实拿至少超过1650万。但李卓轩同时指出，父亲李坤城生前为了维持自己与林敬恩两人的正常生活，曾将老家的房屋，也就是林敬恩挂牌在售的这处房产，反复抵押贷款多达4次。如若林小姐顺利售出，恐怕到她手里的现金也就所剩无几了。或许李卓轩的推测并不是没有道理。李坤城去世以后，林敬恩就把两人所住的房产快速售出，具体林敬恩最后拿到了多少，没有人知道。但就目前林敬恩面临的窘境而言，或许林敬恩不光是经济状况出现了严重的财务危机，更在精神方面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偏差。如同节目一开始我们看到的那样，林敬恩跨年夜当天入住台中一间饭店，休息了3个小时，但因其语无伦次、精神恍惚所成状态，令饭店服务人员非常不安。服务人员向隔壁林敬恩曾下榻过的饭店打听，隔壁饭店声称林小姐在房内破坏电视、打砸茶几，饭店工作人员怕会出事，所以不愿让其继续入住。事后林敬恩用信用卡赔付1万元新台币离开饭店。第2间饭店的工作人员速将听闻报其主管，主管速决立即退还房费，请林敬恩离开，不能为其办理入住。似乎林敬恩并不打算离开，并试图在饭店大厅闹场，无奈饭店工作人员只得报警。岂料警员带离1个小时以后，林敬恩再度折返酒店，并在酒店附近徘徊，多次做出不雅举动。记者现场报道的内容来看，林敬恩夜宿酒店附近的 ATM 取款机室，热心路人问其是否需要帮忙，他曾坦言自己需要帮助，自己身上已经没钱，他们也不给我入住，现场境遇令人尴尬。
2024年1月8日一大早，林敬恩再度发文，虽然所述内容叫人摸不着头脑，但我们已经能够明显感受到林敬恩的精神状况已经出现严重问题。自己在台湾20余年，脑内声音指引我到熟悉的地方，我是韩国人吗？甚至感叹说最近好想回家吃自己煎的锅巴。昨天煎的荷包蛋，他们说是养锅，我说真香。就在这篇脸书的前一日，林敬恩曾明确表达，今天只有200块，还是得点一瓶金牌，也进一步佐证了林敬恩的经济状况真的出现了问题。至此，林敬恩与李坤城的爷孙忘年恋似乎并没有随着李坤城的离世而结束，相反的，随着林敬恩大闹饭店，反而变得越发脱轨。还记得相差40岁爷孙忘年恋刚刚爆出的时候，有不少网友就拿他们与杨振宁和翁帆的忘年恋相提并论。关于这一点，我是真心的不敢苟同。首先，第一点，按照林父的说法，李坤城先是追求敬恩的姐姐，不成功后才将目标转向敬恩。假设林父的说法有所偏差，那么林父说谎的目的又是什么？难道只是要埋汰自己的女儿吗？这不合理。如果林父所述为真，李坤城的做法着实不太君子，斯人已去，很难再评。第二点，翁帆女士嫁给杨振宁院士的时候，翁帆已经28岁，这是一个思想健全、完全享有自主价值观、世界观的成年人，她完全有对这个世界有相对正确且完整认知与判断。林敬恩与李坤城在一起的时候，还是一个高中都没有毕业的女孩，彼时的她是否真的拥有一颗明辨是非、独立思考的内心吗？我想在座的各位也都是从那个年龄段过来的，都有自己相对完整的判断。但依我仅有的这几十年的人生经验来看，我看未必。我们来看一段他在接受新闻哇哇哇节目中采访时的说法。主持人问他：敬恩啊，你年龄这么小就这么早结婚，不觉得可惜吗？林敬恩的回答是：我小孩子吗？管他的。所以他比较容易受伤，你比较不容易受伤嘛？对啊。就算被骗了，那段时间我也过得很开心。还有最后一点，翁帆女士嫁给杨振宁院士以后，杨振宁先生持续鼓励翁帆女士继续攻读博士，完成自己的梦想。即使有一天杨先生离开了，翁帆女士也可以拥有完整独立的自己，健康有爱的继续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反之，林敬恩时至今日，先不要说他能为社会做出什么贡献，只说他自己在这长达10年的爱情长跑里，他自己又得到了什么？一个精神失常的自己吗？朋友们，节目最后让我们谈谈什么是真爱。如同今天的故事男主角不走寻常路，像敬恩那样用一句反正我还年轻，反正我还是小孩子，时间还很多，就算被骗了，至少那段时间自己开心过。当下确实有点帅，但帅过之后，林敬恩自己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心路历程，我想现在只有他自己知道。或许现在的他自己都有些糊涂了吧。但这段相差40岁的爷孙恋，真的如同他们自己认为的是跨越年龄的忘年真爱吗？这里我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但有一点我是确信的，在这段旷世恋情当中，20岁的敬恩做了30岁的事情，不满30岁的敬恩又做了60岁时该做的事情。如果这就是李坤城给敬恩所谓的真爱，那这样的真爱也太廉价了，以至于在他自己身故后留下一地鸡毛。我再换句话说，林敬恩，你真的是看错人了。这个男人白白比你大了40多岁，你也真的只是在那段时间开心过而已。同样，这样的开心也很廉价。最后几秒钟，我想说说敬恩的父亲林爸爸。在整个事件当中，的确也有你的责任。当然，这也绝对不能成为李坤城把敬恩当成养成系游戏女孩的借口。林爸爸在整个事件的开端就刻意的逃避了作为父亲应有的责任，让一个外人，特别是一个对感情道德观毫无底线的男人，帮他教育自己的女儿。在林敬恩厌倦这样的家庭关系之时，认为自己本应自由，更以自己只是个孩子为由，刻意回避了自己作为儿女应有的责任。在这其中，林爸爸给足了敬恩离开家庭的理由，一味的打压与否认，甚至不能与其好好沟通。我们无法得知今天的敬恩是否有心悔过，一切或只是黄粱一梦，但已经无法回到原点。但愿你能珍重。以上，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记得订阅万象的频道。平安喜乐。